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10月1，祝大家11国庆快乐。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2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日线级别继续下探，那么出现了一个新低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终于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分别是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我们看到了它的本轮行情从最高点36952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周线级别下跌，那么这本轮行情继续走出了一个周线下跌。周线下跌之后，下方还有没有空间呢？我们认为是有的。首先它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整数关口，就是3万点，同时3万点附近呢也是169日均线的这个压制，在这条均线压制下呢，下方是还有空间的。但是呢，行情里面还存在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所以呢，在本轮完成周线级别下跌之后，那下周一的行情呢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弹的。那么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我认为有可能走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也就是说，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它的下跌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如果出现反弹呢，是多头出逃的一个机会，但大行情大周期的下跌趋势并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从比特币的趋势上就可以看到一些美股的一些端倪啊。那目前我们观察比特币4小时级别啊，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目前来看啊，4小时级别的比特币从原来的焦点位之前发生突破回踩下来之后，重新又形成了一个结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红色的波峰连线调整过来啊，向上调整，调整之后呢，我们依然能够连接最多的波峰，连接之后呢，上边这些我们管它叫毛刺现象，忽略不计之后，我们发现它的焦点位是在10月9日这个位置。那么在焦点位之前呢，也就是10月7、8号左右呢，它会有一个大概率的变盘。为什么会发生变盘呢？因为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变盘概率越大。那么考虑到当前行情在更大一个时间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位于18500的波谷，这个波谷呢，我们观察到已经出现3次，紫色圆圈这里画了1次，然后第2个位置呢是在9月份，那第3个位置呢是接近我们当前的时间。那么我们正处在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们认为18500附近呢是有一定支撑能力的。同时刚才我们提到了美股有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面，也就是说美股在下周一开盘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反弹。为什么反弹的原因就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走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它在4小时级别反弹能够成立的话，一定会带动比特币出现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看当前时间阶段比特币目前完全没有跟美股去跑。我们看到美股在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和昨天晚间出现了新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我们看美股道指打开分时看在收盘的时间出现了 1.71% 的快速下跌。那么这样的快速下跌呢，我们在小日线上去看我们看小日线今天凌晨4点，小日线凌晨4点，我们看到比特币没有出现新低，比特币虽然跟美股走了一段但行情走到这里依然处于19000美金附近，依然非常稳定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日线级别上这几次波谷位于18500美金的波谷是成立的，行情呢依然会有反弹的机会刚才我们说了，跟随美股可能会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
当然了，我们看到行情当中，第一轮反弹幅度是43，第二轮反弹22，第三轮反弹呢，目前的它的最大振幅啊，从这个最低点呢18200美金啊，到这个最高点的20500美金附近啊，这个最大的振幅仅有12%啊，仅有12%。这种情况下呢，还不符合我们之前预计的15%的预期，所以呢，行情反弹是有机会、有可能的，并且是伴随美股啊，伴随它的一个底部形态有可能出现的反弹。那更重要的一点呢，本月的确是比特币月，每轮行情在比特月都有一定的反弹，但我们要知道啊，当前是熊市，所以呢。有反弹，但是它的反弹力度是不强的，甚至于在多个交易日内啊，我们看到1、2、3、4、5、6、7、8、9、10，12个交易日连续出现了窄幅震荡啊，它的震荡非常无聊啊，让我们感觉不到比特币的魅力了啊，比特币总是经常哗就涨上去了，一下15个点上去了。要么就花10几个点下来了啊，这种行情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当前应该做什么呢？耐心等待它反弹上来，布局空单嘛。这个我已经说了，如果反弹到21000美金附近啊，开始缓慢的布局空单啊，分布式布局。如果这轮行情它反弹上来是左侧交易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耐心等待它跌下来之后啊，重新到达18500附近啊，再布局也可以。总之呢，它在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非常容易下跌啊，这个是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的。好了，今天以太坊也不说了，因为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啊，走的非常多的震荡，连续10几个交易震荡，没有办法更多的去对它进行解释。震荡行情95%的时间都是震荡行情，没有什么好说的，包括 ETC。然后我们今天重点要说一下这个 ERN 啊，重点说一下 ERN。那 ERN 的行情是非常有规律性的啊，非常有规律性的。首先呢，我们各个时间级别都要看一下。日线级别我们看到它已经突破了1690均线之后回踩下来，然后继续上涨。那么在日线这个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已经出现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组。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处在一个八戒阳线组的这个势力范围。这一点说完了之后，我们看到了它突破1690均线，并且日线级别有上涨的一个动能啊。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再切换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啊，它的一整波前面的上涨呢，都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4小时级别上涨完成之后啊，它快速的回杀的动作，我们看到下跌的非常凶狠，达到42%。那么它的从最低点到最高点上涨幅度呢，是达到了232%。快速拉升之后迅速下跌之后，它形成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合理的布局的位置呢？首先呢，它形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这个低点呢，我们可以布局第一个仓位。第一个仓位布局完成之后，我们看到它在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15分钟级别上，我们可以绘制出什么呢？可以绘制出它的一个下跌通道。在这个下跌三角形当中，我们一定要采纳最多的波峰。2点构成一条直线嘛，2点之后我们可以采纳最多的波峰，那么这条线呢就构成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同理可证啊，采最多的波谷连线，那么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呢，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观察到，首先它对这个三角形的波峰的这条连线发动了突破的位置大概是在2.68美金，突破的时间呢是今天下午13点45。所以呢，我在这个时间点呢喊大家伙多多关注 ERN 啊。为什么关注呢？因为它在事实上在结构上发生了突破，只要发生突破，我们必然要关注它，因为它有肉吃，对吧？它有肉吃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
在这个15分钟级别上方存在2条均线压制，这2条均线压制呢，我们观察到一个是144日均线，一个是169日均线啊。行情里面不用看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足够在行情里面吃肉了。低点突破结构之后，我们看到上方2重主力分别是在3美金附近和2.8美金附近啊。3重主力同时突破之后，并且站稳，就是我们进入市场的一个时间点。如果追求稳定的话啊，你可以在第一个突破点介入。第一个突破点，我们看15分钟级别大概是在14点发生突破的，14点这个时间点就可以介入。如果我们进场的话，止损可以设置在 2.548波谷的这个位置啊。如果做错了的话，我立即向市场承认错误，对不起大哥，我错了，对吧？如果行情违背了我们的意志，行情它大多数时间不按照我们的意志来。如果行情违背了我们的意志，立刻承认错误，避免亏损加重啊，避免更多的亏损。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我们把这个介入点呢，在这个 VIP 群中一次提醒了啊。当时我是怎么提醒的呢？我是在这个大概3点54分开始提醒啊，依次把这个怎么涨上来的，什么原因啊给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处在一个获利状态啊，大概获利的幅度是30%左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减掉一定的仓位啊，把利润减出去，或者把我们的本金减出去。减出去之后呢，我们在行情当中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控制仓位啊。我在解读比特币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趋势位置什么位置进场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进场，突破的这个位置进场啊。趋势它是上行趋势，因为它在日线级别上有了这个动作啊，有了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收当中，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回踩之后仍然是上涨趋势，对吧？那么位置呢，我们靠这个15分钟级别啊，回踩收敛形成的这个三角形，在结构当中找到进场的位置啊。进场之后就要合理的控制仓位，涨上来之后什么位置啊，减掉一定的仓位啊，你获利30%了，可以减掉一定的仓位，把本金减上去啊，或者把你的这部分获利减上去。总之呢，控制仓位的同时，能够更好的伴随它有可能出现的什么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在这个结构上还看到了一个动作啊，就是我们在前面啊，2021年8月份 ERN 出现高点之后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同样的是。这条连线波谷连线压力位在哪儿呢？在 5.3 美金附近。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还有一个上方的一个什么呢？目标位。这个目标位大概率会它能走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啊，目前走到八戒阳线了嘛？如果出现唐僧阳线和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我们目标位大概是 5.3 美金。当然了，它上方应该还有空间。为什么我说它还有空间呢？为什么说还有空间呢？因为它形成的这个三角形，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跌下来之后往上冲的时候，这个位置你看这已经是三角形的末端了，三角形的末端。那么什么位置压力最弱呢？一定是三角形的末端，这个位置呢压力是最弱的。所以呢，如果上冲到 5.3 美金附近，那么上方还有一些空间这轮行情它的涨幅非常巨大，从低点到这个接近 4.5 美金的这个高点，涨幅200%多，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信号。这个突破信号呢，是在站上144均线之后我们观察到的。那么10月比特币月比特币持续的横盘震荡，没有任何表现的情况下，市场没有什么可以吸血的。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的快速拉升、快速上涨它是一个吸血动作所有的资金呢都会奔比特币去。但是当前
比特币没有动作的情况下，它本身构成热点的原因 ，ERN 本身构成热点的原因就是超级主力要把所有的金钱、市场上的资金都要吸引过来陪他一起玩。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220%以上的拉升之后，44%的砸盘动作快速拉升，快速洗盘，然后再度拉升，诱惑你进场。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就是让大家过来陪你玩这个 ERN， 陪超级主力陪庄家玩这个 ERN， 它才最终有可能对大家伙进行收割所以呢，当前已经涨上来的情况下如果有仓位的话可以适当的减一些仓位；如果没有仓位的话，耐心等待它冲高之后的回落，再度进场。它的结构是不断变换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这本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进行购买。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